又来一个送死的！住手！还是你媳妇儿，你盗驴！盗驴！300年前你说下山出没7日9回，俺在渡口老槐树下等了你300年，你被封印啥事不管，留俺一个人守活寡，你对得起俺吗？渡口老槐树守活寡，祭品已投放，封印探查开始。这已经是今年第3个了，前2个下去就没了动静。别废话，放锁。那个10年往进洞里扔一个人，没一个活着回来。中，传书第1天，习题跑回剧本，还是被亲姐姐亲手塞进献祭名单嘞。1、2、3、4、5，书里怎么说的来着？对了，黑发黑眸，前面2个祭品都被杀了。书中的这种角色不缺杀人的理由，缺的是不杀人的理由。这次的死得太快了。等，那是不是风铃园？俺可找了你300年。你说什么？你找我？不好，一激动不小心把家乡话说出来了。我说我找了你300年，你叫风铃渊，300年前是太虚仙宗的首席弟子，你被封印在这个地方，记忆被消磨的差不多了，可能已经不记得自己是谁，也不记得我是谁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的道侣。道侣是与我成亲的人，你说你是？你300年前下山除魔，说7日便回，让我在渡口等你。我等了你7天7夜，被水匪推下江，重伤失忆。后来我在凡间辗转300年，投胎转世3次，直到今天我才找到你。你说的渡口在哪里？渡口有一棵老槐树，春天开白花。你走的那天，花落在你肩上，我给你铺掉了。白色的花落在我肩上，我好像有一点印象，不是记得，是身体的印象，肩膀这里。你刚才说的话，这个位置在发麻。如果你不信，那这样，你左肩胛骨下方有一道3寸长的剑痕，是被一把叫双月的剑所伤，对不对？伤是真的，剑的名字我不记得了，但伤的位置、大小都对。你说对了，你暂时可以活着，我不会杀你，你还有用。而你说的那些事，我需要时间想起来。但你方才说的呢，那是什么话？家乡话，俺老家那边的方言，刚才太激动了没改过来。那个呢字，我好像听过，也许是梦里的声音。中，第1关过了，第2关搞清楚这鬼地方有没有吃的，第3关搞清楚那个男人除了肩胛骨右拔之外还有什么弱点。刚才说俺找了他300年的时候，这只手也抖了，不是装的。我了馄饨啊，下班正准备吃嘞，结果来到这个鬼地方。行吧，暂时安全。没有吃嘞，没有喝嘞，没有出口，深渊往上看不到顶，好冷啊！像出租屋没开暖气的冬天，可是出租屋好歹能点外卖啊，这破地方啥都没有。中，俺连996都熬过来了，熬个封印还熬不过。吃，这是前面2个制品留下的，没有新的，只有这些。这人要是往大街上一站，路过的都得回头看3眼。可惜这不是大街，多看他1眼是真的被嘎。继续说。啊？你说了渡口、老黄树、白花，你说的那些关于我以前的事，300年里唯一的新东西就是你说话。继续。你以前是太虚仙宗最厉害的剑修，3岁握木剑，7岁能御气，12岁进内门，整个宗门最年轻的首席弟子。但你不爱说话，同门都觉得你高冷，不敢接近你。其实不是，你就是嫌他们吵。我不记得同门，但我记得我确实不喜欢人多的地方。每次集会后山竹林最安静。你说的有一部分对，
继续。中了！你不喜欢认夺，平时就待在剑阁后山的竹林里练剑。练累了，靠在竹子下睡觉，一睡一下午。有一次你睡着的时候，我在你旁边放了一串糖葫芦，你那会儿还不知道糖葫芦是什么，醒来盯着看了半天。糖葫芦是什么？甜的，红果子果糖穿在竹签上。甜的，我没吃过。但你说的画面，竹子上靠着的人，我每次闭眼的时候有一个影子靠在竹子上，阳光从竹叶缝里漏下来，不是记忆，比记忆淡，但一直在。你还有一个师弟，姓谢，名字记不太清了，轮回太多次。他跟你关系很好，是你唯一一个不嫌吵的人。师弟，我记得有人在竹林外面等我练完剑，不是同门，比我小，总是蹲在石头后面。每次我收剑缩下去，以为我没看到。我不确定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人，如果是，那他叫什么？谢无一。谢无一，他后来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我最喜欢看你练剑，你不让我靠近，说剑气会伤到我，我就坐在竹林另一边，躲在竹子后面偷偷看。你明明知道，却头也不回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当时头也没回。因为我每次去看你练剑，你都装作没看见，但你甩过来的那朵花，就是告诉我你知道我在。我把花甩过去的时候，没有回头，因为回头的话，我怕他会走。那个换话题，还有馒头吗？你方才吃的是我7天的口粮，禁地里没有别的食物，之前祭品身上搜到的只剩1个了，我不用吃太多，但你如果再要，可以分你半个。你看起来比之前那2个饿得更快。那明儿省着吃。明儿这个词我听过，不是从你这里，是很久以前有人也说过名一样的。原女主雪生生也是这种口音。你说的那个人姓谢的师弟，他叫谢无一。这个名字我记住了，如果有一天我见到他，也许能认出来。竹林里那朵花，他甩给的人到底是谁？雪生生的脸被禁咒抹去了，但他的河南口音他记得，他的花他记得，他记得了，是怕他走回头的话，怕他会走。他说的是真的，还是我希望是真的？不在，馒头也没有了，行吧，那我自己找。啥味儿？糯米团子，刚从冰箱拿出来的那种。活的。咕噜，那是啥玩意儿？芝麻团圆成精了！你给俺下来！出来！你在做什么？有个东西钻俺头发里了。我看到了，刚才你头上沾着一个白色的东西，它在发和石壁上的符文一样的光。不是所有的符文都在石壁上，有一些碎裂之后散落在这里。它是活的，你知道它是什么吗？是封印我的禁咒的一部分，我能感觉到他身上有和我眼底裂纹一样的东西。禁咒碎成了很多片，300年来一直嵌在石壁，从来没有人能让他们动，你是第一个。他认了你。忍住是啥意思？禁咒碎片认主了，300年了，封印在消磨，碎片四散，从来没有人能碰到他们，更不用说让他们认主。你是第一个。认主是啥意思？他粘人。他选择听你的话，禁咒碎片不会无缘无故认主。他选了你，说明你身上有让他觉得熟悉的东西。俺长得像汤圆。你的封印在变弱，从他开口说第一句话开始。他知道一些我不记得的事，这些碎片曾经是我记忆的一部分，他能唤醒他们。他说的不是谎话，或者说不全是，有些话是从你被封印吞噬的记忆里露出来的，通过他的嘴。所以你是他脑子里掉下的一块记忆，那俺天天摸他，是不是等于摸你脑子？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，但触感应该一样。那他为啥选俺？我不知道。
不管他为什么选你，他现在需要一个人，他选了，就是你。我也一样，我也需要一个人。你说了你是我的道侣，不管真假，现在我俩暂时就是。暂时是多久？不知道，至少到你想走为止。那俺要是现在将就走呢？我会让你走，禁地出口在那边，你爬上去，我不会拦你，但我知道你爬不上去，所以你暂时不会走。禁咒不会永远沉默，他在等。你们最好在他把所有碎片都叫醒之前离开这里。封印薄弱期只有3天，现在是第1天，3天之后封印重新合拢，再开始10年后，你活不了那么久。一只封印碎片，一个300年没开口现在开口了的男人，一张撒谎说不知道的人脸。中第3关，俺又多了一张嘴要喂。你打的嗝还会叫？他很亲近你，碎片通常不会这样，他们回到封印里，但这一片选择留在外面，留在你身上。你今天想听啥？之前说了门派、性格、师弟，还有别的吗？还有你的武器，叫不渡。啊！你问就问呗，站起来干啥？吓俺一跳！你怎么知道他叫不渡？是你亲手为我取的名。你说此剑不渡天下人，只渡一人。他一直在你身体里呀？300年来，我一直以为没人知道他的名字，但你刚才叫他的时候，他震了一下。在这里不是剑在震，是我。这把剑是禁咒给他的。300年来，禁咒师用禁咒之力锻造了这柄剑。剑不是武器，是钥匙。他和封印同源，握着这把剑的人可以进入封印的核心。他给他这把剑是告诉他，如果你想出来，随时可以。但你没有用，300年，这把剑一直在你体内，但你没有用它破开封印，为什么？我不记得了，但每次想握它的时候，手会停，不是剑不让，是这里有东西在挡，不是封印，是比封印更早的东西。有一个人说，等我回来再用，他在等，所以我没有用。300年来，禁咒师叫什么？知道了又如何？被封印吞噬的记忆，不是知道一个名字就能拿回来的。你已经不记得他的脸了，不记得他的声音，不记得他握过你的手，唯一剩下的只是梦里的残影。而这个小丫头，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刚好填在你记忆的空洞里，这是巧合吗？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问的是他叫什么？他不让说。禁咒师的最后一条禁咒就是抹去自己的名字和脸，他怕你记得，怕你记住之后会想他，会疼。但你说的话，我记得。渡口、老槐树、白桦、不渡剑，这些名字，你每说一个，我这里就有一个东西在回应，不是记忆，是比记忆更深的东西。我不记得他是谁，但你说这些词的时候，我不疼了。外面的人已经感觉到封印松动，太虚仙宗的人在上面探查过，那个灰袍女人，她还会回来。你们还有2天时间，封印薄弱期还剩2天，2天之后禁地合拢。哎，话别说一半啊！灰袍女人是谁呀？他在等我握他300年，今天终于有人叫了他的名字。你说的每一个名字，都有人在等。不渡剑在等，老槐树在等，谢无阴也许也在等。你把他们从禁咒里叫醒了，不管你是谁，谢谢你。走吧，不是等2天后，是现在。封印已经松动到我能感知到外面了。
上面有灵力波动，不是太虚仙宗的人，是另一种灵力，在靠近禁地外围。啥灵力？蛊虫。禁地里不止封印我，还封印了一整个蛊池。封印变弱之后，他们也开始醒了。如果虫潮涌上来，你会死的。跟着我，别回头。不管身后听到什么声音，都别回头。蛊虫多大胆？小的指甲盖大，大的比你还大。好，他们吃光了前面2个祭品，下一个目标是你。你的气息和封印不是同源的，他们不会攻击我，但会攻击一切不属于禁地的东西。别打！右边！从左边绕，往上12步绕过松动的岩石，再往上20步就可以坐进裂缝里过。你爬，我断后。你的腿，上次云命还没好，这么多虫子你一个人。你在这里，我反而要分心。他们的目标是你，你上去了，他们不会追我。那块石头，人脸说过，松动不能踩，往上2步。右边有裂缝，在那里。别看了，往上爬！你的腿不疼。你为啥每次都这样？云命也是这样，吸毒也是这样，先管俺，自己是最后。因为你先管了我，在禁地，你说俺找了你300年，手在抖，但你说了，你是第一个没跑的人。你回头了，在虫堆里，所以我不能让你死。血色变红了，毒清干净了。你的腿不疼。你又骗人。疼，但没你刚才爬虫子叫的那声疼。我去给你找水，洗伤口。你自己。我不用，水找到之前你别动，动了毒会扩散。远处的夜风里透过来一丝异样的凉，那是强烈的灵力波动。外界的势力，无论是太虚仙宗、天罚司，还是江雪池本人，都已经嗅到了封印松动的气息，正向着这里急速逼近。你刚才为啥先吸俺的毒？你腿上的比俺严重。你的身体受不住蛊毒，我的体质被封印改造过，毒液对我来说只是麻痹，不会死，但你会。所以你先管俺，每次都这样。晕命也是。还没有晕，封印破开之后还剩一些力量，今晚冷了。你干！上次在黄山你晕了大半给俺，自己差点没活过来，这回再晕。这次不需要晕大半，只需要1点，够你撑到天亮。我不会死。你刚才爬出裂隙的时候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你怕我死在里面。俺是怕。你不用解释，你每次撒谎的时候声音会变快，现在没有变快，所以你刚才想说都是话。你不想说，可以不说，我知道就行了。你。别动，1点点，够你撑到天亮。我算好了，这次只晕2成，不会晕。
算好了，每次都给啊，你自己还剩多少？构成到你说的渡口，按现在的消耗，10天之内没问题，前提是不再遇到虫潮。但我算错了一件事，渡口是你编的，如果到了那里什么都没有，10天的力量可能不够回头。那你还跟着俺走？因为你说了，你说渡口有一棵老槐树，我想看看那棵树，不管是不是编的。你说的时候手没抖，所以你自己可能也不知道，那句话也许不是编的。风林渊，你为什么这么信俺？俺说的话大部分都是编的。因为你回头了，在虫堆里，你可以跑，但你回头看了我一眼。300年里没有人回头看过我。天法寺追踪符，封印合拢的时候释放了灵力波，他们锁定方向了，最东边那盏离我们不到50里，天亮之前会搜到这里。几个人？信号弹3盏，至少3队。封家的血引术可以追踪禁地残留的所有灵力痕迹。刚才你爬出来的时候，脚踝上还有蛊毒的气息，那也被追踪了。往哪儿走？西边，他们的搜索扇面往东，我们反方向。北漠城在西边，我的旧部在那里。有一个人叫谢无义，如果他还活着，你说的渡口，我也想知道在哪里。不是因为你编的，是你说过那棵槐树开白花的时候手没抖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哪怕是编的时候不知道是真的，那棵树应该还在。300年前有人在渡口等我，300年后我想去看看，不管等的人还在不在。中，那咱走吧，天亮之前找到北漠城。你腿还疼不？疼。你这次倒是干脆。你说过疼就说，你在，所以我不用假装不疼了，省力气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借着这些缝隙，我们终于绕过了便衣的第一道搜索线，是柴火烧焦的味道，和禁地里刺鼻的血腥味不一样，这是活的火。下面有阵子，便衣搜完东边会折回来，大概还有1个时辰，够你找吃的。你呢？我不需要，你去吧，我在镇口等你。人太多的地方，我现在不方便进去。便衣可能留了暗哨。生前在公司楼下的商场门口，这种棉花糖10块钱一个，但我从来没买过。每次加班到凌晨2点，卖棉花糖的早就收摊了。来一个尝尝，这可是加了仙山山草明精，甜得很。哇，好漂亮，我要一个。你手里是云？棉花糖，白糖做的，吃的。吃的像云，我之前以为云很重，在禁地的时候，每次梦到外面，第一个画面就是云。梦里的云是白色的，飘在天上，我以为它们很重，沉得能压垮一座山。300年我见过真的。你碰一下，不咬，碰一下。它塌了。正常，你碰它它就塌。那我刚才再碰一下，它还是甜的。甜的，整整300年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甜味。它在嘴里消失了，不像炸糖果要嚼，它自己化掉了，像含了一口云，然后云变成了甜的。给。它在变小。正常，糖丝遇到口水会化。那怎么办？吃呗，化了就化了。不行，化掉就没有了。你还没吃。你干啥？剩下的留着，我用油纸包了，油纸是防油的。糖丝应该不会化，等到了北漠城再吃。油脂不防糖。不管，试试。走，便衣的火把刚才在山甲那边灭了一批，他们在轮班，轮班的凶隙够咱们绕过第2道搜线。风不顾是你弟弟，他追了你300年，你就不恨他？不恨，他小时候爬树掏鸟窝摔下来，是我接住的。我不恨他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让他停下来。他从小倔，认准了就不会改。父亲说他像封家的人，但其实最像的是我。谢无义，他还活着吗？
你能联系到风不堕吗？你想见你弟弟？想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他还在追，追到了他会杀我。他杀我之前，我想让他知道是谁，不是原谅，是知道。像你不需要编故事，就是现在的样子。现在我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了。在他弟弟眼里，他是个魔头，但在他自己心里，他只是那个接住了赘述弟弟的兄长。不需要编造，这就是他现在的样子。北漠城还有多远？按现在的速度，天黑之前。如果路上没有便衣，如果有，子时之前。他在禁地里被关了300年，早就养成了习惯。石壁会传导震动，震动会惊醒蛊虫。他现在的姿势根本不是在走路，而是在和脚下的每一块石头谈判。前面有人。圣女说了，禁地出来的灵力波动就在这片山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名单上那个女的叫宋瑶，是个外门弟子，已经查过画像了。降血之人，他们在找我。在这附近，痕迹断了，散开搜。那女的不会武功，跑不远。别动，他闻到了你的血，别让他闻到更多。什么人？出来！这边。这是？不是狗，火蚱，上古异兽，成年之后可吞火吐焰。它应该是被便衣抓来当追踪兽的，但还没驯化。刚才他看到灰皮异兽要发现你，他先动手了。但他在发育期，喷火成功率大约30%。刚才那次是他今天的第一喷，成功了。后面几天可能会连续失败，要有准备。成年前呢？你已经看到了，体型小，喷火不稳，打喷嚏，呛哭自己。成年获斗体型如牛，口吐烈焰。现在他被太虚仙宗抓去当追踪兽，他们不知道抓的是什么，等他成年，他们会知道。他刚才为啥帮俺？不是帮你，是从便衣手里逃出来的。太虚仙宗的人抓了他，他趁灰皮异兽被灌木绊住的时候挣脱了项圈。他冲向你，是因为你身上没有追踪符的气息。你不是抓他的人，他需要一个看起来不会把他交出去的人。中，以后你跟着俺，叫阿福，福气的福。俺从棺材里爬出来也没人给取名，名字都是自己挣的。你今天从便衣手里逃出来，挣到了。勒痕不深，皮外伤，但他体内有追踪符的残余。太虚仙宗在每头追踪兽身上都中了定位蛊，便衣会顺着定位找他。这里不能久留，北漠城今晚必须到。路线呢？这条西通到山脚，山脚有一条官道，官道往西20里，北漠城的城墙就能看到。但官道上会有便衣设卡，我们不走官道，走官道旁边的泄洪沟。泄洪沟没人查，因为夏天才会有水，现在是秋天，沟底是干的。你这样看起来在藏东西，就是在藏东西。便衣会看出来。正常人衣襟里不会同时揣2个宠物。他手腕上曾有过一道禁咒留下的金色勒痕，300年才消散。或许是阿福子上的勒痕让他想起了自己。阿福只用了1盏茶的时间就从便衣手里逃了出来，而他用了整整300年。他大概觉得这只狗比他快吧。他们在查灵力变动，所有进城的人都要过照灵镜。我不能收敛太多，完全收敛反而可疑，留一点残存灵力，伪装成低阶散修。
你是谁？300年前那场仗太脏了。走，请你吃饭。残月楼北漠分舵，欢迎。我叫谢无义，300年前是你的师弟，你曾手把手教我握剑。你说我太笨，木剑断了3把，后来你给我刻了一把银的，说这个绝对不会断。这个字是我刻的。你不记得我，但你认得自己的字。力道，字可以忘，力道不会。往外翘的这一笔，我以前写字的时候喜欢挑。出事前2个月画的，那一夜整个剑阁被大火吞噬，我从火海里抢出来的，就剩这一幅。你看，这个人是你，300年后的自己，还认得吗？认得。这件白衣刚才在箱子里看到了，下摆缺了一角。画里的我穿的是一件完整的白衣，袖口是干净的，下摆也没被撕。你抢得及时，烧掉的边缘只烧了竹叶，没烧到人。楼主，这位是？他说的300年前的师兄，我不记得了，但他腰间的银剑确实是我刻的。去，给他们安排2间。为什么分房？你们不是？俺扁了，咱金帝为了活命扁了，说俺是他道侣，然后他当真了。霍斗幼崽，禁咒碎片灵体，还有一个编谎话的外门弟子。师兄，你这配置……这俩打呼噜太吵，你接过去。在厨房废墟柴堆底下捡到的追踪符，至少埋了3天。风不断的人早就渗透到了残月楼外围，比昨晚更早。他们还不知道是我，但如果我在这里动用不渡，血影术会立刻锁定身份。在离开北漠之前，我不能拔剑。子时，你们从密道走，出了城就是渡口方向。那今天干啥？今天让他绝对不要出门。他这张脸太惹眼。北漠城里的老江湖中，有人见过300年前的岳师兄。密道出口在后院假山，子时见。师弟，你每年给我晒一次衣服，晒了300次，我穿了很合身。白天不能出门太久，但俺们身无分文，去渡口的路上总不能靠阿福喷火烤野兔，他喷火烤出来的东西70%是碳。这只素银智回，俺去当铺换点盘缠。你待着别动，谢无言说了，你出门会被老江湖认出来。上次我帮不了，今天我有。上次买棉花糖找的2文，2文不够雇马车，光出城就要。算了，俺去当铺。不是让你待着。你在里面和他说了很久，我在外面等，不算进去，不算违反谢无义的规矩。行行行，3两，雇马车够了。3两的重量，他把戒指拿走，只给了你同等重量的银子，没算工费。戒指是有人做的，他把做工的钱吃了。
下次我自己进去跟他说算公费。这个和你编的那块鱼形玉佩像。你在禁地里说过，鱼形玉佩有2枚，可以合2为1。我身上缺的那1枚，能补上吗？30两，太贵了，不要。你不想要？想，但3项不够。雇马车去渡口比玉佩重要。老板，8两，青玉佩给俺。8两就8两，行吧行吧，就当交个朋友。以后如果需要情报或者人手，残月楼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帮你一次。报我的名字。走，密道不能子时了。风不渡进城了，比预计早。密道是唯一的路，矿道通向城外，我们先走。风不渡此人最善用骑，此处地形复杂，他若设伏，不可不防。是风不慢，他在炸地基。快走！禁地边缘的封印异兽，封印崩塌是跟着虫巢一起跑出来的。阿福，你觉醒了，就安心了，别喷了，矿道要塌了。第一次全火，喷到体内温度失控，它在散热，需要水。矿道尽头应该有地下暗河。前面的塌方堵死了，但右边有一条岔道，以前是用来通风的，通向旧矿场。岔道窄，人侧身可以过。你们继续往前走吧，趁着他们还追没来，我回北漠处理点事。好。刚才他喷火的时候，你的血影术有没有？没有，霍斗的灵力不是我的，封家的追踪术只针对封家血脉的灵力。他替我打了这一仗，我欠他一次。往南半个时辰是渡口，到了再说。我先去打水。别动。你腿上也在流血。我的是外伤，你的是残毒。外伤会自己凝，残毒不吸出来会毁心脏。躺好。你为什么每次都先管我？你腿上的伤一直没愈合。因为你怕疼，所以先管你。风林远，如果到了渡口没有老槐树怎么办？没有就没有，到了再说。那如果是全编的呢？到了渡口，如果没有槐树，那就是我记错了，不是你编的。俺骗你的，全部都是编的。道侣、渡口、老槐树、投胎转世，全是编的。我嘴比脑子快，编到后来分辨哪些是真的。全部都知道了。嗯。那你为什么还坐在这儿？
因为你发烧的时候最后说了一句，你说分不清了。如果你分不清，说明有一些不是编的。你不问我哪些是真的吗？我会自己看。你分不清真假没关系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来分。棉花糖留的那半团化掉了，但还是甜的，你尝尝。从这里往南走半天到渡口镇，你说过那里有老槐树，走吧。你编的渡口真的存在，白色的花和你说的一样，春天开花，但现在不是春天，它能活到现在很少见。槐树的寿命一般不超过200年，至少300年。他在的时候，他就在这里了。谁？薛生生。树不会说话，但树活着。只剩1间房了，2位将就下吧。老板娘，这画从何而来？不知道，我接手这客栈的时候就在了，前任老板留下的，说不能摘下来。谁画的没人知道。指环和他当掉的那枚一模一样。这槐树有传说，说300年前有个姑娘在这渡口等人，那画上的人可是活了1000年的仙人。等你回来再给我书法。他说等我回来，我回来了，但他不在了。我欠他300年。他被禁咒抹去了名字和脸。这画，院外的老横树，还有一枚半碎的指环，是他留下的唯一路标。风铃渊，你刚才说树活着，他现在也许也活着呢。不是转世，就是他，只是他的脸被禁咒抹去了。这棵槐树替他等了，槐树活着，他就在。你在替他说话，还是你自己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是替他，也许是我自己。我编了那么多谎话，只有渡口和老槐树是他说过的，但我站在这儿，不是替他。你说老槐树春天开白花，现在不是春天花也开了，也许不是春天到了，是槐树在等你。渡口镇我到了，也看到了槐树，他等过我。如今你找到我，不一样，但都是真的。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，你是来生深情的记号，未知的分手，怎么把你忘掉？你一晚上没睡？睡了，只是醒得早，想看槐树。好，店家，再来一个。这个是买给你的。摊主说这个是最好吃的。摊主问要不要辣的，我说不要。你说过你喜欢甜食，甜的和辣的可能不搭。300年前你从这里走的，他说等7天，你在第7天没回来，他往禁地方向走了，不是来找你，是他知道封印要降落，他必须赶在封印之前用禁咒把你封在禁里，不是为了囚禁你。白秋元要杀你夺禁咒，他把你封在禁地，至少人活着。你说过你和他不一样。对，俺只是替他说了他来不及说的话。那你替他说完了吗？俺不知道，也许还有。那等他全部说完，然后你自己说你的话。
他一个人过河来见我，还是带着亲卫？一个人，他在等我过去。他认出我，不是血影术，是旧矿场那只异兽被烧的时候，阿福的霍斗火焰里有禁地灵力的残留，血影术锁定了我的位置。他已经知道了，知道他要追的人是谁。那你……我去见他，在河中间。他一个人来，我一个人去。等了300年的弟弟要见我了，我不能让他等。这7盏追踪符从禁地外围一路追到这里，我追了300年的禁地灵气，是封家的血引术，只有封家血脉才会触发这个频率。禁地里只有一个人被封了300年，是你，是不是你哥？是我，风灵渊，300年前太虚仙宗首席弟子，被白秋面无限堕魔封印于无间定地，封印消磨了我的记忆和灵力，但我还记得你。你7岁爬树掏鸟窝摔下来，我去接的。你说是白秋明诬陷你？300年来，天下的记载都是风林渊堕魔，天罚司奉太虚仙宗掌门令追剿。你现在告诉我，那些都是假的？不全是假的，我确实被封在禁地，但堕魔不是真的。白秋寒要夺禁咒，禁咒师以命为代价把我封在禁地，他用自己的命换了我300年的命。你追了300年的魔头，是替白秋寒背了黑锅的亲哥。证据呢？这都是长子凌渊，年11，未接幼弟不渡从槐树坠下，幼舅家骨碎裂，卧床3月。医者路，伤者不肯服药，言先将弟弟安抚入睡。幼弟不渡坐榻边哭，不肯去。长子以左手持筷喂幼弟时，言伤口不疼，勿哭。这上面写的幼弟是你，替你摔断骨头的亲哥。现在站在你面前，你拿刀直着他。哥，300年，我以为你死了，以为天法司追杀的是冒用封家灵力的邪祟。每次追踪符锁定，我都多带1倍的人，怕打不过。现在知道追的是你，你小时候能把剑阁所有师弟打哭。我应该带更多人的。宋瑶，你还活着！掌门说了，必须灭口。冯丽媛，渡口是编的，誓意是编的，投胎转世也是编的。我想和你在一起，这是真的。这次不是编的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，像你说过那样你爱我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，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，想要他在天罚司招供之前，白求恩会派人灭口。我把他带回天罚司大牢，你不许跟来。你现在是在逃堕魔者，等我拿到白秋眠的罪证，亲自去禁地把你放出来。渡口镇的槐树300年还活着，他等过你，我也是。你的手还在流血，不疼。你又骗人。疼，但这次不是假装。是真的不觉得疼。你吻我的时候，其他地方都不疼了。不是治好了伤，是顾不上，疼让给了别的。上岸，你的手需要重新包扎，湿布条会感染。回去让老板娘娘烧热水重新包。这次你叫我大姐。我会学会，不是歪的。歪的也能用。能用，但我想学会正的。今天在河里，你吻我的时候，
手一直在抖，和第一次在禁地一样，但这次不是怕，所以我想学会正的蝴蝶结，算回报。到了渡口，石头还没碎，溪水冲出来的在你手里更光滑，你握得越久，它越像你。你教，我来打。以后我帮你打，你教我一次，我学会了。以后你受伤我打，正的，不是歪的。反过来，我受伤，你打。你只会打歪的，歪的也能用，不用学新的。又是这只河狗！那是你家的狗？是，但它不会咬人，会喷火。别把槐花晃掉了，这树比你们祖上都老。我从北漠城赶过来的，矿道被天罚司炸塌了一半，绕了远路，给你们带了2样东西。风林月，我写这些的时候已经知道晋州会抹去我的名字，和你不记得我没关系。槐树记得，渡口记得，那枚素银指环是我送你的，你说以后有钱了给我买个金的，我说不用，用银的就行，金的太重。我想了想，还是留个字吧，等有一天你回来，槐树开白花的时候，就是我等到你了。他说银的就行，和他说的一样，不是什么法器，就是一枚素银的指环，我送他的。他带到荆州落下来的那一天，现在指环在哪儿？在当铺，俺当了3两。我去赎回来，用我自己的钱。没钱，先赊，以后赚了还。他说完他的话了，现在轮到我自己。在河中间，你吻我的时候，你是你，他是他。你每次说真话手不抖，每一次说假话声音变快，我已经全部记下来了，以后帮你对。我说过，我不需要再假装不疼了，现在也不需要假装分不清真假了。你是真的，不是编的。你的手在抖，是真的。你吻我的时候没抖，也是真的。我已经分清楚了。你主人在里面跟我师兄，算了，你不懂，你只是一只狗。要赎回那枚素银指环，3两当的，赎金多少？素银指环3两当的，赎金6两。没那么多，有4两，剩下2两欠着。按天计系，日息1分，够不够？日息1分可以，但需要抵押。这个不是值钱的东西，但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先压在这里，赎金付清之后还给我。弄丢了，这家当铺就别开了。我刻的，和银剑上的字同一天刻的，同一种力道。他说银的就行，我给他刻了名字。现在赎回来了，应该给你。这是薛生生的。
他等过我，他的指环我赎回来了，钱当铺2两银子，以后赚钱还。但这个给你，不是替他，是你当掉的。你失去的东西，我赎回来。你带，不带也行，留着，以后想当的时候。不要再当银的，当我的青玉佩，那个更值钱。指环配石头，不太搭。玉佩和石头，一个是我挑的，一个是你拿命换来的，搭吗？搭。但你把玉佩给了俺，你腰上只剩1块了。1块够了。鱼形玉佩有2枚，可以合2为1，象征夫妻本是一体的你编的规定。我现在在执行，1枚在你手上，1枚在我腰上，合2为1的时候，你就是我的道侣，不是编的，是刚合的。白秋寒出关了，他感应到禁咒碎片全部被唤醒，正在往渡口镇方向来，不是便衣，不是天法司，是他本人。300年前，他没能从薛生生手里夺走禁咒，现在他知道碎片认了新的主人。他夺不走碎片的归属，但他可以夺走碎片寄生的宿主。300年前，他要你的身体，被封了。300年后，他要你的。他来了，我去，不能让他靠近槐树。你在这里等着，不管听到什么，别出来。你又让俺躲？不是躲，是活。他的目标是你，你在里面，我在外面，他必须过我这关才能找到你。上次在矿道你也是这样说的，然后你腿上的伤到现在还没好。剑阁所有师弟都被我打哭过，谢无尽可以作证。我可以作证，师兄当年一个人能打哭整个剑阁。但白秋寒不是剑阁师弟，他是太虚仙宗掌门。300年前他没打过薛生生，他用的是阴谋，不是剑。冯凌远，这次俺不多，咱俩以期面对。这骇人的金色乌云，上一次见到还是在300年前，禁咒落下来的那天啊！白秋训，300年前你诬陷我堕魔，我师弟谢无一从火里抢出你伪造的手令，你夺不走禁咒，禁咒认主了。2块禁咒碎片，1块在你腕上，1块是那个白球。碎片认了新宿主没关系，宿主死了，碎片会重新认主。我已经等了太久，不在乎再多杀2个人。
来求和。你要禁咒碎片，碎片在我和他身上，你来拿。风铃，石头在响。碎片是同源的，可以反过来冲击控制他们的人。他集了300年禁的禁咒残片，那些残片以前没有宿主可以控制，听他的。现在所有碎片都是活的，听自己主人的。你握着石头，我握住剑，碎片共鸣可以把他体内的残片剥离。你怕不怕？共鸣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变成碎片之间的通道，会疼。不怕，疼就疼，团子疼过了，俺疼一下咋了？中，通道打开之后，别松手。不可能！我积了300年，这些碎片是我的，不属于你的，从来都不是。300年前，薛生生用自己的命封住了禁咒，为了不让它落到你手里。300年后，你依然得不到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强，是因为禁咒从来不认你。你所吸取的每一片残片，都是在等他回来。今天他不在，但他的碎片还在。他的残片还给了槐树，你的碎片还在你手上，没人能夺走。刚才共鸣的时候，你手没松，疼吗？疼，像有人把俺的血管当琴弦弹。但你手没松。你说了不能松，你说的话，俺现在都当真。你救了他，是你把剑引到了碎片上，你在生死之头替碎片做了选择，他听到了。他还小，等他醒了，让他自己谢你。我不替他说，你自己跟他说。若有朝一日，禁咒被人强行剥离，此阵将引九霄天雷，轰灭一切觊觎碎片之徒。所有人离开槐树！风铃月，不疼。你又骗人！天雷劈在你背上，衣服都烧没了，你跟我说不疼。疼，很疼，整个背像被剥了一层皮。天雷劈我，不劈你，我想对了。你以前教过我，你说剑气会伤到我，不让我靠近。但你每次练完剑，衣服破了，都是我给你缝的。我不记得，是我编的，这句也是编的，你别信。你先骗，跟你学的。你第一次在棺材里说找了我300年，我学会了。你被雷震晕了，阿福把你叼回来的。师兄，你还活着？活着，背上多了一道，不耽误走路。你现在能走？你背上……他给我包扎了，歪蝴蝶结能用。你以前说到了渡口镇再说，看你表现。现在到了渡口，镇口的槐树还活着，你吻过我，在河里，我挡了天雷，200分，表现够不够？够。够的话，我想听你说一句，不是编的，是真的，
用你的话，家乡话。冯令元，宋瑶想和你在一起，这是真的。中，你说的，同意。我不管你们是谁，先进来，把伤口洗了。热水免费，馄饨10文，这次不能欠。这指环我之前在当铺见过，3两当的，你赎回来了？是他赎的，还欠当铺2两。唉，欠2两还要请客。行了，热水免费，馄饨也免费。我只问一句，刚才那金色的闪电是不是和槐树有关？槐树下面镇压了300年的一道禁咒，今天解了，以后不会打金色的雷。风不渡从天法寺大牢里找出来的白秋眠密室的账册，上面记了300年来每一份活人献祭名单，每一笔禁咒碎片的流向。风不渡托人送来的，还带了一句话：天法寺正在逐一清理。安在渡口等到第7天，知道你不能回来了，去吧。禁咒落下来，安当你活着，槐树替安等你，生生。风不渡的线，太虚仙宗内部分裂，白秋民的余党控制了剑阁。密室里有白秋民300年来所有罪证的原件。余伴派了3批杀手去销毁证据。风不离一个人在剑阁外围设了防线，撑不了几天。我需要回剑阁，挽齐全的布，白兔生之眠那个罪证在里面。100年前他诬陷我的手令，禁咒流向的账册，活人献祭的完整名单。这些东西拿出来，风不渡才能彻底清洗太虚仙宗。安跟你去。这次不是白秋欢一个人，是他的余党，有组织，有武装，很危险。你在禁地差点杀了虫草，差点吃了俺。白秋眠差点用金咒锁链勒死团子，天雷差点劈死你，哪次不危险？中，一起去。明天天亮出发。矿道是捷径，穿过矿道到剑阁比走官道快3天。俺刚才在世界上说中的时候，不是演的，也不是替他说的。我知道，你说中的时候手没抖，和你说俺找了你300年不一样。那天手在抖，今天没有。走。有人比我们先进来，余党的先锋应该走了半天左右，他们走的是宽道，我们走窄道，虽然不好走，但没走过人，他们不能不知道这条岔路。这只不是野生的，余党知道矿道，他们不止放了这一只。我们被发现了，他们会在前面设伏，不走窄道了，直接从主矿道走。被发现了就不用藏了。他们把所有异兽都锁在主矿道，等链一断，整群会同时冲出来，数量应该在7只以上。阿福一个人扛不住，你用圆石头，碎片共鸣可以干扰项圈。血团子守你左侧，阿福右侧，我正面。你们不该出现在这里，这里的因果不是你们能承受的。宋瑶，石头在震，不是石头震，是石头和碎片共鸣。
不渡剑也是禁咒的一部分，可以替你分一半负荷。下次共鸣之前说一声，不要自己扛。中，下次告诉你，前面出口有广。剑阁密室，余党的第一批杀手已经到了藏云阁外面，我在外围拖住了第二批，第三批从后山绕过来，大概半盏茶后会到竹林。你进密室，我在外面挡住第三批。风林渊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你把密室开了，我把证据烧了，这件事就结束了。300年都过去了，你非要翻旧账。风不渡，你倒是能扛，3波杀手都没能取你性命。不过，身上至少2道剑伤，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第三批解决了，白中的人散的散，逃的逃，剑阁外围已经控制住了。你要开密室，现在是最好时候。余党短时间内组织不起下一波。林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他把我关在这里，每天送来纸笔让我签，我不签。他不能杀我，执法长老的命牌和掌门印是互锁的。我死，掌门印碎，所以他让我活着，活了300年，等你回来。300年前的堕魔令没有执法长老签字，从一开始就不合法。白秋眠一个人写的，他签了名，盖了印，但这一栏是空的。殷长老没有签，他说不是我。300年，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，他都说不是我。太虚仙宗执法长老殷问心在此宣告：300年前白秋民伪造枫林渊堕魔证据一事，本座当日未经签署，今日经查证，手令系伪造。枫林渊从未堕魔，他是我剑阁首席弟子，现在依然是。你说是伪造就是伪造，白秋民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，手令上他的签名是真的。执法长老没签字，你怎么证明不是你后来反悔的？问是好事，我在剑阁教了一辈子，最怕的不是你们问，是你们不问。掌门印被禁咒污染了，白秋民用禁咒碎片偷了300年寿，所以掌门印上留下的是禁咒反噬的痕迹。他死了，但禁咒的痕迹还在。白秋民300年前留下的罪证，今天公开，谁要查谁来查。天罚司不替太虚仙宗做裁判，但证据在这里，手令是假的，献祭是真的，堕魔是假的，枫林渊从禁地走出来了，这个也是真的。统领，大佬急报，白众已供出最后余党名单，后山禁地内藏有残兽圈养场。留一队人驻守剑阁，其余人跟我去后山清理。带我一起去。我被关了300多年，不是去算账，是想看看外面。后山以前有棵野柿子树，不知道还在不在。你在香煞？在想他说的话，薛生生。
他说禁咒落下来，俺挡，你活着。我当时在禁地里，不知道他在外面挡的是什么，现在知道了，他挡住的不只是禁咒，是白秋明。如果我当年没有被封印，白秋寒会杀了我，用我的身体炼制禁咒。他封了我，不是为了囚禁，是用禁地当盾。白秋寒打不开禁地，就杀不了我。他做的一切，是为了让我活着出来。出来之后，轮到我了。守灵元剑在他留给风不林的账册里，他死之前把证据藏在了白秋明自己的密室。林渊，你是干净的，生生。剑阁的事，殷稳心和风不渡会处理。白秋寒的罪证全部公开了，我现在不需要需要再躲了，可以站在任何地方。你每年除夕一个人过，那是以前，以后不是。白秋明在后山圈养残兽，用禁咒碎片喂大。禁地封印崩塌之后，一部分碎片散到了后山，他捡回去，不打造成剑，不炼换成法器，直接喂给残兽。喂给兽？为啥不自己用？哼，因为他不是禁咒碎片刃的主人，碎片到他手里不会共鸣，只会反噬。与其让碎片闲着，不如喂给残兽。喂饱了的残兽可以当看守，有人靠近后山，残兽会攻击，不需要人手。碎片活着的样子，300年第一次见。以前只有符文，现在是活的。残片在他们体内，你砍不死。砍碎了身体，残片会失控炸出来，伤到你带的人。唯一的办法是把残片从体内剥离。上次白秋用禁咒锁链想夺团子，团子差点被剥离。这次反过来，不是夺，是放。等一下再喷，他还没说完。你怕狗？司主，那货是货，不是狗。它是福，阿福，福气的福。手松开，碎片要炸了！不行，它还没剥离。这就结束了，比杀他们更快。他们本来就不想守在这里，是被碎片控制的。碎片任谁是主人，他们就听谁的。刚才碎片听他的。去吧。300年，我说过，除非有证据，除非我签字，否则风林渊是堕魔。今天证据够了，残手也走了。走回剑阁还有一段路，我背你。不用，你小时候我背过你一次，你练剑伤了脚踝，剑阁到药堂那条路我背你走了半个时辰，这次我自己走。不需要，我活了多久，我自己清楚。陈坚力从腰起，也只用手臂硬撑。剑是身体延伸，心乱，风变偏。再稳3分。小时候我不肯吃药，他把药混在汤里哄我吃。那时候他还不是执法长老，只是剑阁的医师。后来他当了执法长老，我还是不肯吃药。他说你跟你哥一个毛病。有一次你不在，我发烧不吃药，他拿我没办法，说你等着。我以为他去拿更苦的药，结果他去厨房偷了3个馒头塞在我被窝里，说先吃饱再吃药。后来师伯发现了，罚他扫了3天大殿。他一边扫一边说，下次还偷，不吃饱哪有力气吃药。他说你吃药不用人哄，自己端碗一口闷。
苦得脸皱了也不吭声。我说我想学你，他说别学，你哥是为了不让别人担心，是不苦，疼就说，也是本事。他现在教我了，他说疼就说，所以我不用假装不疼了，省力气。清洗完成了，白秋明的罪证全部归档，堕魔令撤销，禁咒流向追回，活人献祭名单整理了7卷，太虚仙宗剩下的事，殷长老交给了我，剑阁会重建，地基还在。密室你进去过，里面还有什么要带走的东西没有？没有，他留在里面的遗言我拿了，剩下的都是白秋明的东西。白仲在大牢里说想见你，不是求饶，是问一句话：你为什么不杀我？在白秋明密室外，你舅舅杀同门，我不杀，我和他不一样。长老会里还有3个人，他们没参与献祭，但知道白仲的计划的气没有阻止。名字我没写进宫中，因为其中一个是我父亲，白秋明的哥哥已经死了10年，另外2个还活着，一个在剑阁藏经阁当管理，一个在天法寺后勤。为什么现在才说？因为你不杀我。哼，长老会那2个人，我去抓。白仲说的应该还有一张名单没供完，他怕死，怕的不是死，是怕死之前没把舅舅欠的账还干净。这个给你，我有钱，在渡口搬了1天货，5文，还剩3文，够路上买几个包子。小时候你给我买过一串糖葫芦，用你自己的零花钱。你说哥哥没钱，弟弟有。我去采市场，你下山，下次见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。不用约时间，春天渡口镇槐树开花，如果在那里，带白仲的结案卷宗，带馄饨，带你自己。不渡，你是你，不管你走入青州，你是我弟弟，这个不会变。他活过来了，去年天雷劈过，树皮掉了一大块，我以为他要缓几年，春天刚到就发芽了，比人快。你们还知道回来？欠当铺2两，欠棉花糖1文。1文还了，回来的路上经过当铺，2两还要再攒，先还1000。夏天槐花开了再还。你去年背上的雷痕好了没？这封信怎么在你手里？300年前的纸，墨还没退。不是在我手里传了300年，是托了渡口镇槐树下面那户人家代代相传，就是老板娘祖上。老板娘把这封信锁在槐花居柜台的抽屉里，一代传一代，传到我这里的时候，老板娘说槐花开的时候有人会来取。她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有进禁地，是进禁地之前托人送到渡口镇的。她知道如果自己出不来，槐树会等到春天，春天槐花开的时候你会回来。林渊，我今天在渡口看到槐树发芽了，春天快到了。你说过春天槐树开白花的时候，你就从太虚仙宗回来。我攒了钱，渡口镇有个小客栈，老板娘人好，说可以赊账。我想好了，等你回来，咱就在这儿住下来。你教我写字，我教你做胡辣汤。要是你回来，我不在，就是去禁地了，别找我。你活着，槐树替我等你。俺手艺不好，缝出来不好看。不用好看，真的就行。歪了，俺第一次缝，以前扣子掉了都拿订书机钉。订书机是什么？就是一根铁东西，把钉子打夹布里，比缝快，但会留2个小洞。你背上被天雷逼了之后，俺当时也想拿订书机钉一下。还好你没有订书机。缝好了，你站起来走2遍，看看会掉不？你把它在这儿，以后用啥？白秋明的账清完，禁咒碎片全部归位，剩下的事风不渡会处理。我跟他约了每年槐花开的时候在这里碰一次，他会来。欠你1文还了没？还了，他还多给了1文。多给的1文，买一个。给你。
这次不是欠的。这张地图标注的位置在很南边，不是禁地方向，是反方向。我查了太虚仙宗的档案，那个位置300年前有一个渡口，叫南渡。白秋明接管宗门之后废弃了，没有任何人去过。薛生生进禁地之前，最后一次离开剑阁，却不是禁地，是这个南渡口。他在那里留了东西，可能，但300年前的渡口现在还在不在，不知道。地图标注的位置是当时的渡口，和改道，渡口可能没了，渡口没了，槐树可能在，和这棵一样。你要去南渡，什么时候出发？明天。你呢？回剑阁，重建还没完。殷问心的执法令牌我挂在了剑阁正殿。你以前教师弟们练剑那块石台，我让人在原枕上砌了一个新的。下一批弟子来的时候，他们会知道岳师兄不是堕魔。明天去南渡。你不问南渡有什么？有啥？你当铺2还没还，俺得盯着你去。跑了谁还？跑。杜铺掌柜说了，可以分期。你还跟人家谈分期了？谈了，日息1分，按月还。他同意了。你教我的算账，我现在会了。去年在这里，你说宋瑶想和你在一起，是真的。我用你说的话回你中。你说过了。再说一遍，不是编的，是真的。每一年都可以说一遍。你嫌多？不嫌。